试想一下，在一个阴沈的雨天，你望向窗外，随口说出一句今天真是糟糕透顶。就在这一瞬间，你并不仅仅是在描述天气，你实际上是在向自己的大脑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它释放出一种名为痛苦的化学物质。这就是语言最可怕的魔力，它不是现实的镜子，而是现实的模具。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因为遭遇了不幸而感到痛苦，却很少意识到绝大多数的痛苦其实源于我们用来描述这些事件的词汇。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充满情绪色彩的形容词时，我们就不自觉地成为了自己语言的囚徒，被困在由悲观词语构建的牢笼之中，无法看清世界原本清澈的模样。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喋喋不休的叙述者，这个声音从早到晚都在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评注和判断。这个内在的声音往往比外在的敌人更加危险，因为他懂得如何用最尖锐的词汇来刺痛我们的软肋。当你犯了一个错误，外人可能只会说你失误了，但你内心的声音却可能会咆哮着说你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这种语言上的微小差异决定了你是能从错误中站起来继续前行，还是会在自责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斯多葛哲学早在2000年前就看透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能够伤害我们的永远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以及我们表达这种看法时所使用的语言。艾比克泰德曾经教导我们，人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扰，而是被对事物的看法所困扰。这句话的核心在于揭示了客观事实与主观描述之间的巨大鸿沟。当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或者这简直是灾难时，我们是在给中性的宇宙事件贴上道德的标签。这种标签一旦贴上，我们的情绪系统就会立即响应，产生愤怒、恐惧或绝望。然而，如果我们剥离这些充满主观色彩的形容词，回归到最朴素的动词和名词，你会发现原本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山，其实只是一堆堆叠在一起的石头。语言的精准度直接决定了我们情绪的稳定度。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也证实了斯多葛学派的这一古老智慧，即语言会重塑大脑的神经路径。当你反复使用我受不了了，这太可怕了，这样极端的词汇时，你的杏仁核会被持续激活，让你的身体处于长期的战斗或逃跑状态。这种长期的应激反应不仅会损害你的身心健康，更会让你失去冷静判断的能力。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夸张语言的时代，社交媒体和新闻标题都在用最惊悚的词汇争夺我们的注意力。如果不加以防范，这种病毒式的夸张语言就会渗透进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对生活中微小的波折产生过度的反应，彻底失去内心的宁静。许多人误以为斯多葛主义是一种压抑情感的哲学，认为它要求我们像石头一样对外界无动于衷。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斯多葛主义并不反对情感，它反对的是被错误的判断所扭曲的情感。语言就是我们判断的载体，如果我们能够修正我们的语言，我们就能修正我们的判断，进而让情感回归到一个健康适度的范围。我们不需要强迫自己快乐，我们只需要停止用灾难性的语言来恐吓自己。这是一种温和但极具力量的自我疗愈，它不需要昂贵的药物或复杂的仪式，只需要你在开口说话或在心里默念之前停顿那么1秒钟，审视一下自己正在使用的词汇。我们常常把必须、应该、绝对挂在嘴边，这些绝对化的词汇是焦虑的主要来源。当你说我必须成功时，你就在为自己设定一个陷阱，因为一旦结果不如人意，你就会感到毁灭性的打击。斯多葛哲学建议我们将这些词汇替换为我倾向于、我更喜欢，或者我将尽力。这不是在降低标准，而是在承认宇宙的不可控性。当你改变了这些关键的助动词，你就从一个暴君变成了一个智者。你依然会为了目标全力以赴，但你不再将自己的价值与结果完全绑定。这种语言上的松绑会带给你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沉默也是一种语言，一种被斯多葛主义者视为金子般的语言。很多时候，我们急于表达、急于辩解、急于抱怨，是因为我们害怕面对内心的空虚。然而，过多的言语往往会稀释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能量在无意义的琐碎中消耗殆尽。学会控制舌头，实际上是在学会控制心灵。当我们不再对每一件小事都发表评论，
不再对每一个不公都大声疾呼时，我们就保留了宝贵的精神能量，可以用来专注于那些我们真正能够改变的事情。沈默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深沉的力量储备，它让我们在关键时刻能够发出最有分量的声音。当然，改变语言习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我们像锻炼肌肉一样去锻炼我们的意识。起初，你会发现旧有的语言模式像野草一样顽固，刚拔掉又长出来。你会在遇到交通堵塞时脱口而出诅咒，会在工作受挫时习惯性的自我贬低，这都是正常的过程，关键在于要有觉知。当你捕捉到自己正在使用消极、夸张或非理性的语言时，不要责怪自己，只需轻轻地纠正它，把你内心的对话从这儿太糟糕了改成这只是一个状况，我可以处理。这微小的转变就是你夺回心灵主导权的第一步。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成为一个冷血的机器人，而是一个能够看清真相的观察者。通过净化我们的语言，我们实际上是在擦拭心灵的镜子，让它能够如实的反映世界，而不是扭曲的投射我们的恐惧。当我们不再用地狱来形容一次失败，不再用恶魔来形容一个对手，我们就剥夺了这些事物伤害我们的权利。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许多痛苦其实是我们自找的，是我们用语言编织出来的噩梦。一旦醒来，你会发现现实虽然严酷，但远没有你描述的那么可怕。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具体的斯多葛语言工具，学习如何像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那样，用一种近乎解剖学般的精准语言来描述世界。我们将学习如何剥离事物外在的华丽包装，直视其本质，如何通过预演的语言来消除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如何在与他人的对话中保持不动心的智慧。这是一场关于重塑大脑和灵魂的旅程，而这一切都始于你舌尖上的那个词。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由智慧语言构建的城堡，找回那份久违的不可撼动的内心宁静。马可·奥勒留，这位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也是斯多葛哲学的践行者。他拥有一种独特的心理工具，用以对抗世俗的诱惑与恐惧。当面对皇宫中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时，他不会赞叹其美味，而是冷静地告诉自己，这不过是一条死鱼的尸体，那是一只死鸟的躯干。当看到象征至高权力的紫色长袍时，他会将其描述为染了贝壳鲜血的绵羊毛。这种极致的客观描述法并非为了扫兴，而是为了剥去事物表面那层虚幻的光环，直抵其原本物质的真相。我们之所以对名利趋之若鹜，或对某些事物恐惧万分，往往是因为我们用华丽或恐怖的语言给他们穿上了外衣。而斯多葛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把这层外衣无情地剥离，试着将这种剥离法应用到我们现代生活的焦虑源头上，你会发现惊人的效果。那辆让你梦寐以求，甚至为之背负巨债的豪华跑车，在客观语言的描述下，不过是一堆金属、橡胶与皮革的组合物。它的功能仅仅是将人从 A 点移动到 B 点。那个让你感到无比压力的重要会议，实际上只是几个人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通过震动声带交换空气中的声波而已。当我们去除掉奢华、至关重要、令人窒息这些附加的形容词，回归到最基础的名词和动词时，事物原本的重量就会显现出来。它们通常比我们想象的要轻得多。这种语言上的还原能瞬间切断欲望与恐惧的燃料供应。斯多葛学派强调印象与认同的区别。外界发生的事件首先作为一种原始的印象进入我们的意识，这时它还是中性的，但紧接着我们的大脑会习惯性的给予认同，并加上价值判断，这才是痛苦的开始。例如，你在工作中被批评了，原始印象只是老板说了一些关于我工作的话，但你的内心语言迅速将其转化为他在羞辱我，我的职业生涯完了。斯多葛的练习在于在印象与认同之间插入一个暂停键，用客观的语言重新审视那个印象。你要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个反馈，一段声波，它并不包含对我人格的攻击，除非我同意它。是艾比克泰德曾经深刻地指出，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此哭泣，
不要认为是他所遭遇的事情让他痛苦，真正让他痛苦的是他对这件事的看法。这教导我们在描述他人或自己的遭遇时，必须极其小心。我们习惯说他受了很大的伤害，但更准确的，斯多葛式描述应该是他遭遇了一件意外，并且他现在正处于悲伤的情绪中。这不是冷漠，这是为了保持理性的清明。一旦我们在语言上混淆了事实与反应，我们就会被卷入情绪的漩涡，无法自拔。而客观的语言就像是一根定海神针，让你在混乱中保持屹立不倒。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极其擅长编造故事的剧作家，他总是喜欢在平淡的事实基础上添加戏剧性的情节。比如，伴侣没有回复你的讯息，这是一个事实，但你的大脑会立刻编写剧本，他不爱我了，他在生气，这段关系要结束了。这些由恐惧驱动的语言叙事，往往比事实本身更具破坏力。斯多葛主义要求我们成为一个严谨的记者，只报道事实，不发表社论。你只需要对自己说，他还没有回复讯息，就停在这里，画上句号。拒绝用语言进行灾难化的推演，就是拒绝让尚未发生的痛苦提前折磨自己。这种对思维链条的主动截断，是获得内心安宁的关键技术。另一个强大的语言工具是定义的物理化。当你感到某种强烈的情绪，比如愤怒时，不要简单的说我很生气，因为生气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自我强化的暗示。试着用生理学的语言来描述它。我的心跳正在加速，我的胸口有一种紧绷感，我的面部温度在升高。当你用这种临床医学般的语言来描述情绪时，你就将自己从情绪的体验者变成了情绪的观察者。这种抽离感会让愤怒瞬间失去它的控制力，因为你不再是愤怒本身，你只是一个正在观察生理反应的意识主体。语言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心理视角的切换。在人际冲突中，语言的精确性更是至关重要。我们经常使用总是和从不这样的绝对化词汇来攻击对方，比如你总是迟到，你从不关心我。这在斯多葛看来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不符合客观事实，且极易引发对方的防御机制。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会精确地说，这一次你迟到了20分钟，这让我感到困扰。这种去情绪化的精准表达不仅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还能避免双方陷入无休止的情绪搏斗。记住，语言的目的是传递信息，而不是发泄情绪的垃圾。控制了形容词和副词的使用，你就控制了对话的走向。塞内卡曾警告我们，我们在想象中受的苦多于在现实中受的苦，而想象力的燃料正是语言。当我们在心里反复默念这太不公平了，我们实际上是在给内心的火焰添柴。为了实践斯多葛的平静，我们必须学会一种简约主义的内心独白。当不幸降临，不要用长篇大论的悲情独白来自我怜悯，而要用最简短的语言概括现状，并立即转向解决方案。与其问为什么这种倒霉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不如问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什么。前者是导向无力的受害者语言。我们还必须警惕那些看似无害但实则有毒的社会惯用语。社会告诉我们要追求成功、名声和财富，并暗示没有这些就是失败。斯多葛学派将这些称为无关紧要之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拥有它们，而是意味着我们不能在语言上将它们与我们的幸福挂钩。你应该在心里重新定义这些词汇。财富是更好的资源，名声是他人的噪音，成功是尽力而为的副产品。当你剥夺了这些词汇的神圣性，你就夺回了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定义权。你不再需要外界的奖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你的语言体系已经自给自足。练习这种客观描述并非易事，因为我们的情绪大脑总是快于理性大脑，这需要一种持续的认知警觉。就像一个守门人，时刻检查每一个试图进入心灵城堡的词汇。当一个充满评判的念头出现时，你要对他说，停下，你只是一个印象，你不一定是你表现出来的样子。这句话是斯多葛学派的经典咒语。通过反复练习，你会发现自己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时间变长了，那种一触即发的冲动减少了。你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开辟出了一个名为自由的空间，而支撑这个空间的正是你那精准、冷静、
不带偏见的语言。我们常常害怕，如果去掉情绪化的语言，生活会变得枯燥无味。其实不然，当你擦去了有色眼镜上的灰尘，世界反而会呈现出它最真实、最细腻的色彩。你会开始欣赏事物本来的面目，而不是你投射在它们上面的幻象。一朵花就是一朵花，它不需要被形容为绝美才值得欣赏。一次挫折就是一次挫折，它不需要被描述为灾难才值得重视。这种清醒的活法能让你节省下巨大的心理能量，去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创造和爱之中。你不再与幻影作战，你开始与现实共舞。此外，客观描述还能培养我们对他人的同理心。当某人对你恶语相向时，如果你用客观语言描述为他正在发出刺耳的声音，他的面部表情扭曲，他显然正处于某种痛苦的失控状态，你就很难对他产生恨意，反而会产生一种近乎怜悯的理解。你会意识到他也是被自己错误的判断和语言所奴役的可怜人。这种视角的转换是斯多葛哲学中最为高深的一种宽恕形式，它不是基于道德的优越感，而是基于对人性机制的深刻洞察。在这个阶段的练习中，请尝试建立一个斯多葛词典，在你的心里把困难翻译成锻炼的机会，把竞争对手翻译成陪练伙伴，把失去翻译成归还。这种翻译过程实际上是在重塑你的世界观。语言是思维的程式代码，当你改写了底层代码，运行的结果，也就是你的人生体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词汇的替换，因为积沙成塔。这些微小的语言修正最终将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内心堡垒。最后，我们要明白，客观描述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麻木，而是为了让我们变得强大。只有当我们不再被夸张的语言吓倒，不再被诱惑的语言迷惑时，我们才能做出最理智的决策。这是一种高级的智慧，它要求我们在热情与冷静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语言来预演未来，以及如何在不可避免的命运面前用语言找到最后的自由与尊严。这将是从防御转向进攻的关键一步，让我们准备好迎接更深层次的挑战。我们大部分的焦虑其实并不来自于当下，而是来自于我们对未来的语言描述。我们的大脑习惯于用“如果怎么办”这样的句式来开启一场场内心的恐怖电影。如果我失业了怎么办？如果健康检查结果不好怎么办？这种疑问句式本身就是一种焦虑的催化剂，它将我们置于一种无助的受害者地位。斯多葛哲学提供了一种强大的语言解读剂，那就是将如果怎么办替换为即使我也能。这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塞内卡所提倡的预演坏事。当你用语言详细地描述最坏的情况，并在句子后半部分加上你的应对方案时，恐惧的迷雾就会消散。你会发现，即使是最坏的情况，也是人类可以承受的现实，而非不可名状的怪兽。这种语言上的预演要求我们直面恐惧，而不是逃避。比如，与其在演讲前反复祈祷，希望一切顺利，不如对自己说，即使麦克风坏了，即使观众有人离席，我依然会平静地讲完我的内容，因为我的价值不在于设备的完美，而在于思想的传递。当你在心里用坚定的语言走完了这条最艰难的路，现实中发生的任何小插曲都将无法撼动你。你已经在语言的战场上赢过了一次，现实的战场就不再可怕。这种语言策略将未知的恐惧转化为了已知的计划，把心理上的被动挨打变成了主动防御。这就是斯多葛主义者面对未来的核心姿态。除了预演，斯多葛学派还有一个极为精妙的语言工具，称为保留条款。在古罗马，斯多葛主义者在谈论未来的计划时，总会在句子后面加上一句“如果命运允许的话”。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宿命论，但实际上它是心理健康的保险感。当你说我明天一定会准时完成这个项目时，你是在对未来许下一个你无法完全掌控的承诺。一旦突发状况发生，你会感到愤怒和挫败。但如果你说我计划明天完成这个项目，如果没有不可抗力阻挡的话，这微小的语言修正就在你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留出了缓冲地带。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习惯了用绝对控制的语气说话，我要拿下这个客户，我要在30岁前买房。这种语言充满了傲慢，因为它忽略了运气、宏观经济、他人意志等无数变量。当结果不符合这些绝对化的声明时，我们的自尊心就会崩溃。使用保留条款并不是消极怠工，你依然会全力以赴，但你在语言上承认了宇宙的主权。这种谦卑的语言模式能让你保持弹性。当计划受阻时，你不会觉得是被针对了，而会觉得这只是宇宙变量的一种正常波动。你将不再对不可控之事发火，因为你的语言早已为意外预留了席位。让我们把这种语言艺术应用到更具体的现代场景中。想象你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严重的堵车，你即将错过一个重要的约会。普通人的内心语言是：这太倒霉了，为什么偏偏是今天？那些司机都是白痴。这种语言只会让血压飙升。而斯多葛主义者的内心语言会立即切换：这是一个不在我控制范围内的外部事件，我的目标是准时到达，但命运另有安排。现在我的任务变成了在这个封闭的车厢里练习耐心，或者利用这段时间听一本有声书。你用语言重新定义了当下的任务，从赶路变成了修心。还有一个强大的语言转换技巧，就是将问题重构为挑战，将不得不重构为有机会。当你说我不得不去健身时，你是在暗示这是一种负担，你的身体会本能的抗拒。但如果你说我有机会去锻炼身体，让它更强壮，这种语言的微妙转变会激发你的主动性。同样，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不要说这是一个大麻烦，试着说这是一道需要解开的谜题。词汇的改变会改变大脑释放的神经递质，从皮质醇、压力转向多巴胺、动力。斯多葛主义者深知，我们无法选择遭遇什么，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命名它，而命名权就是我们最后的自由。在人际关系的修罗场、社交媒体上，这种语言定力尤为重要。当你看到一条恶意评论，你的本能反应可能是反击或受伤。这时，你需要启动斯多葛的翻译机。对方说你就是个白痴，你的观点一文不值。你在心里将其翻译为这个陌生人正在表达他与我不同的观点，并使用了情绪化的词汇。他的言论反映了他当下的心理状态，与我的真实价值无关。通过这种冷静的翻译，你把带毒的箭矢变成了无害的落叶。你不需要去争辩，因为你明白，试图纠正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人，就像试图把大海咬钱一样荒谬。沈默并微笑是最高级的回应语言。斯多葛哲学还教导我们要小心使用拥有这个词。我们习惯说我的车、我的房子、我的爱人，这种所有格的语言暗示了一种永久的权利，因此当失去发生时，我们会感到像是被抢劫了。艾比克泰德建议我们用托管或借用的概念来替代。在心里，你要告诉自己，这辆车是宇宙暂时借给我使用的，这份工作是暂时托管在我这里的。这种语言上的疏离感并不会减少你对当下的珍惜，相反，正因为知道这只是借用，你会更加小心呵护。而在归还之日到来时，你会平静地说，我已经享用过了，现在物归原主。这种思维方式甚至可以延伸到我们对身体的描述。斯多葛主义者会更精确地描述，我的身体正在经历炎症反应，这将我灵魂、理性与身体、肉体、容器在语言上区分开来。虽然身体在疼痛，但那个负责观察和判断的我依然可以是健康的、完整的。这种语言上的分离手术能让我们在肉体受苦时依然保持精神上的尊严和自由。我们不再是痛苦的奴隶，而是痛苦的旁观者和管理者。我们还必须警惕那些看似正能量实则有害的期望语言，比如付出就一定有回报，好人一生平安。这些话语虽然动听，但却构建了一个虚假的因果世界。现实往往是复杂且随机的。当我们深信这些语言契约，一旦遭遇不公，就会陷入信仰崩塌的深渊。斯多葛主义者使用更坚韧的语言，我行善是因为这符合我的本性，而不是为了交换奖赏。无论结果如何，行为本身的正确性就是我的回报。这种无条件的语言体系，让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拥有了一种不依赖外界反馈的自驱力。当你陷入情绪泥潭时，
不要用我来思考，试着用你的名字。问问自己，如果是你的名字，遇到这种情况，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或者想象你在描述一个小说角色，现在感到很愤怒，因为他觉得被冒犯了。这种语言技巧能立刻拉开心理距离，让你从当局者迷变成旁观者清。你会惊讶地发现，当你把自己的问题当作别人的故事来讲述时，解决方案往往会显得清晰而简单。语言上的客观化带来了智慧的涌现。此外，学会对时间使用正确的语言也至关重要。我们常说我没有时间，这通常是谎言。更诚实的斯多葛式表达是，这不是我的优先事项。当你把没时间改成不重要时，你就必须面对自己价值观的排序问题。这会强迫你承担责任，而不是把锅甩给时间。同样，不要说浪费时间，要说我在挥霍生命。斯多葛学派认为时间就是生命，用更严肃的词汇来描述时间的流逝，会唤醒我们内心的紧迫感，让我们停止在无意义的琐事上消耗这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些用来描述困难的隐喻。很多人喜欢用战争的隐喻，如我在与焦虑战斗，我要击败压力。这种对抗性的语言会让神经系统持续紧绷。试着换成更柔和的合作性的隐喻，比如我在与焦虑共处，我在疏导压力。或者像马可·奥勒留那样使用自然的隐喻，这就像波浪冲刷岩石，岩石依然屹立。当你把困难比作自然现象而非敌军时，你的心态会从恐惧转向接纳。这一切的语言修炼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名为爱命运的境界。这不仅仅是忍受发生的一切，而是热爱发生的一切。当灾难降临，普通的语言是真该死。斯多葛的初级语言是我能接受，而斯多葛的高级语言是这正是我的剧本所需要的转折。就像尼采后来所继承的那样，我们要学会对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说是的，把每一个绊脚石都称为垫脚石，把每一次打击都称为锻炼。当你的语言系统能够消化所有的不幸，并将其转化为成长的养料时，你就真正变得不可战胜了。现在我们已经装备了一整套斯多葛的语言工具箱，客观描述、预演坏事、保留条款、重新定义挑战。这些不是用来在聚会上炫耀的谈资，而是用来在深夜独处时，在危机爆发时拯救自己的武器。在最后的篇章中，我们将把视野拉高，从个人的悲欢离合上升到宇宙的宏大视角，用一种终极的语言，沈默与死亡的语言，来完成我们心灵的最终升华。准备好去触碰那最深刻、最震撼的斯多葛智慧了吗？当我们沈浸在琐碎的烦恼中无法自拔时，斯多葛哲学邀请我们进行一场思维的太空旅行，这被称为柏拉图式的视角或高空视角。试着闭上眼睛，想象你的意识缓缓升起，穿过屋顶，穿过云层，直到你可以俯瞰整个地球。从这个高度看下去，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争吵，那些让你气愤不已的羞辱，都变成了一个个微不可见的尘埃。你会看到数十亿人在这颗蓝色的弹珠上忙碌、争斗、相爱又分离。在这种宏大的宇宙背景下，你原本觉得天崩地裂的大事，瞬间显得如此渺小和荒谬。这种视角的转换，能够瞬间瓦解我们语言中的夸张成分，让我们意识到，为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使用激烈的语言，是多么的浪费生命。宇宙是沉默的，星星在燃烧，行星在运转，黑洞在吞噬，这一切宏大的运作都在无声中进行。宇宙不需要语言来证明它的存在，也不需要形容词来修饰它的壮丽。相比之下，人类的喧嚣显得如此多余。我们每天制造出无数的噪音，试图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但在浩瀚的星河面前，这些声音连回声都算不上。马可·奥勒留经常仰望星空，以此来洗涤他在宫廷斗争中沾染的尘埃。他提醒自己，就像之前的无数世代一样，我们和我们所说的话，最终都会被时间的长河冲刷得无影无踪。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学会一种更深沉的谦卑，不再执着于在言语上争个高低，而是学会像宇宙一样，用行动和存在来代替辩解。这便引出了斯多葛哲学中最震撼人心的概念，记住，你终将一死。
这不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为了给我们的语言赋予真正的重量。试想一下，如果你知道今天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还会花时间去抱怨天气吗？你还会用尖酸刻薄的话去刺伤你的伴侣吗？你还会在网上与陌生人进行无意义的谩骂吗？死亡是最好的过滤器，它能瞬间过滤掉所有无关紧要的杂音，只留下最真实、最重要的东西。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呼吸是有次数限制的，我们说出的每一个字也就有了额度。我们将不再挥霍语言，而是会像使用稀有金属一样谨慎而珍贵地使用它们。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马夫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他们生前说过的豪言壮语或卑微请求，在墓碑之下都归于寂静。这提醒我们，语言的浮华是短暂的，唯有真理和德行是永恒的。当我们用死亡这个背景板来审视我们的对话时，我们会发现很多争执是多么的可笑。我们为了维护可怜的自尊心，为了证明我是对的，不惜伤害我们所爱的人。但如果这是你们的最后一次对话呢？你是否愿意让这段关系终结在一句恶毒的指责上？斯多葛主义者建议我们把每一次告别都当作永别来对待，这样我们的语言中就会自然充满了宽容、温柔和爱意。语言不仅是我们与他人连接的桥梁，更是我们灵魂的墓志铭。你说过的话定义了你是谁。如果你满口谎言、抱怨和愤怒，你就再为自己塑造一个丑陋的灵魂雕像。如果你充满真诚、鼓励和理性，你就再铸造一个高贵的人格。斯多葛哲学告诉我们，我们无法控制寿命的长短，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故事的质量，而这个故事是由我们每天使用的词汇一句一句写成的。你是自己人生的编剧，不要让外界的随机事件夺走了你的笔。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依然拥有选择权，选择用平静和感恩的语言为你的篇章画上一个优雅的句号。回顾我们这段旅程，从第一章的语言牢笼，到第二章的客观描述，再到第三章的预演智慧，最后来到这浩瀚的宇宙视角。我们一步步拆解了语言的魔力，学会了如何从一个被动的反应者变成一个主动的创造者。我们明白了，痛苦往往不是现实给予的，而是我们用语言强加给自己的。只要我们改变了描述世界的方式，世界本身就会随之改变。这不是魔法，这是认知科学，是古老智慧在现代心理学中的回响。这是一条通往内心不可撼动之宁静的道路，而钥匙就藏在你的舌头底下。现在，我想邀请你进行一个具体的实践挑战，一个斯多葛沈默实验。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试着将你的说话量减少一半。在开口之前，强迫自己通过那3个著名的苏格拉底筛子，这是不是真的？这是不是善意的？这是不是有必要的？如果通不过这3个筛子，就请保持沈默。你会惊讶地发现，当你停止了无意义的输出，你的内心会腾出多大的空间。你会听到以前被忽略的声音，你会看到以前被无视的细节，你的思维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沈默不是空无，沈默是力量的蓄水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失败，你可能会忍不住又抱怨了交通，或者八卦了同事。不要紧，斯多葛主义不是关于完美，而是关于进步。就像马可·奥勒留也会在日记中责备自己失去了脾气一样，关键在于你能否迅速意识到，并温和地将自己拉回正轨。每一次你忍住了一句伤人的话，每一次你把灾难改写为挑战，你就在大脑中加固了一条新的神经通路，你就在向那位理想中的智者迈进了一步。这是一场持续一生的修炼，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的精进。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语言通膨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嘶吼，却很少有人在倾听。在这个喧嚣的集市中，成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就意味着成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一个懂得在混乱中守住内心秩序的人。你的平静会成为一种无声的感召力，影响你身边的人。当别人都惊慌失措地大喊大叫时，你那句简洁、有力、理性的话语将成为稳定局面的定海神针。这就是哲学的实用价值，它不是书架上的灰尘，它是战场上的盾牌，是风暴中的灯塔。最后，我想对你说，这条路并不好走。
选择清醒意味着要对抗人类100万年进化而来的本能，意味着要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你可能会感到孤独，可能会被误解为冷漠，但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像塞内卡、艾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这样的伟大灵魂与你同行。而在现在，在这个频道里，也有无数像你一样渴望真理和自由的伙伴。我们通过这些视频连接在一起，共同构建一个精神的避难所，一个智慧的训练营。所以，如果你准备好接受这个挑战，准备好重塑你的语言和人生，请不要只是做一个旁观者。哲学是动词，不是名词。从此刻起，审视你的每一个念头，过滤你的每一句话，让你的语言成为真理的载体，而不是情绪的奴隶。当你关上这个视频，回到现实世界中去时，请带着这份觉知。你会发现，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你。你的内心已经筑起了一座城堡，任何恶毒的言语，任何突发的灾难，都无法攻破你的安宁。这就是斯多葛的承诺，也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一种绝对的、不可剥夺的心灵自由。这种自由不依赖于你的银行存款，不依赖于你的社会地位，甚至不依赖于你的身体健康，它只依赖于你如何运用你的理性。你是你自己灵魂的君王，你的语言就是你的法令。这份权利一直在你手中，现在是时候行使它了。如果在今天的内容中有一句话触动了你，或者让你对某个困扰已久的问题有了新的视角，请在评论区写下爱命运。这不仅是一句留言，这是你对自己、对命运签下的一份契约，象指着你愿意接纳并转化生命给予的一切。我们会看到彼此的誓言，并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互相守望。不要忘了，在这个被演算法控制的世界里，能够刷到这样深度的内容是一种缘分，但能够留下来并持续学习是一种选择。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次思维升级的机会，请订阅这个频道并开启通知。我们会继续挖掘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智慧宝藏，把古老的哲学打造成现代人最强大的生存武器。感谢你的专注与沈默，这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品质。记住，控制了语言，你就控制了思想；控制了思想，你就控制了人生。现在，带着这份宁静的力量去面对你的生活吧。祝你强大，祝你自由。我们下个视频见。